大家好，我是蔡志玲。12月的日历已经翻开了，新的一年正在向我们招手。这本该是盘点收获、规划未来的温馨时节，但我发现最近的咨询氛围里，却多了一份往年没有的紧张和焦虑。今天想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可以说非常关键，它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钱袋子，尤其是已经退休或者即将退休的朋友们。我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很多人的养老钱、退休金很可能因为一个我们觉得没什么的操作，就被悄无声息地吃掉一大口。原因其实就藏在我们日常的转账行为里，超过某个次数或者金额，国税局的电话很可能就直接打到你家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真实发生的事情。我在金融行业里服务了10几年，在健康之道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理财知识，提醒财务风险，也进入了第2个年头。这些年来，我见证了太多朋友人生中重要的财务时刻，有年轻人兴奋地存下人生第一个10万块，有中年人为了家庭奔波办理房贷，也有老朋友终于盼到退休，想把辛苦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安安稳稳地变成往后岁月的依靠。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成为大家财务道路上的一根避雷针，帮大家提前发现那些看不见的坑洼和风险，一起守护好来之不易的财富。但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临近年底，我发现要应对的雷雨天气越来越密集了。以前朋友们打电话来，常常是轻松地问我，志玲啊，最近哪家银行的定存利率高一点，或者这张保单和那个基金，你帮我看看哪个更适合我，语气里都是对生活的规划。可最近这几个月，电话那头的声音常常充满了焦急，甚至有些颤抖。蔡先生，我是不是摊上大事了？国税局突然来电话，说要查我的银行账户流水。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心都会跟着一紧。这意味着游戏的规则已经彻底改变了。银行和税务系统现在已经全面进入了主动的、穿透式的监控新时代。我们账户里的每一笔不寻常的资金流动都可能被看得清清楚楚。现在的监控系统非常聪明，它不再简单的看你的年龄或者职业标签，而是直接盯着你账户资金流动的样子。我打个比方，大家就明白了，你的账户平时就像你家门口那条安静的社区小路，每天平平稳稳，偶尔有几辆熟悉的邻居小车缓缓开过，一切都很有规律，几十年如一日。可一旦某天突然有几十辆重型大卡车轰隆隆地开进这条安静的小巷，那想不引起注意都难啊。年轻人的账户就像24小时车流不息的高速公路，工资、奖金、投资款进进出出，金额时大时小，系统早就习惯了这种繁忙的景象。突然有一笔大钱进来，也不算太出格。但我们退休族的朋友们，账户状态就完全不同了。我们的账户通常只有每月固定到账的退休金和一点点利息收入，就像那条宁静的社区小巷，生活安稳，资金流动的曲线平缓的像条直线。一旦突然有一大笔钱进来，或者连续转出多笔大额款项，这种对比实在太强烈了，系统的警报很容易就被拉响。正因为这样，最近2个月来找我求助的朋友，10个里面有9个都是60岁以上的长辈。他们很多人对新的规则不太了解，一接到国税局的电话就心慌害怕，感觉自己是不是无意中犯了什么法。我想和大家分享2位找我帮忙的客户的故事，他们的经历可以说是当前这个金融环境下最真实的写照。第一位是陈阿姨，她今年78岁了，是我在健康之道刚开始做线上咨询时就认识的老朋友。10几年来，她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省下小钱存定存。每个月拿到子女给的孝顺钱，她都会小心翼翼地整理好，把100块、1000块的钞票理得整整齐齐，然后走到银行柜台换成一张定存单。她常跟我说，志玲啊，我没什么大本事，就会把钱存在银行里，手里摸着存单，心里才觉得踏实。对她来说，银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存钱不只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信仰。那天陈阿姨走进我办公室时，整个人都不一样了，脸上不见了往日温和宁静的笑容，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透明文件袋，指关节用力到发白。她坐下来，声音发颤，志玲，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国税局要我解释账户里那800多万是怎么回事。我心里一紧，随即想起
这是他今年9月卖掉住了近50年的单位老房后汇入的钱。那房子没电梯，楼层高，他年纪大，腿脚不便，国外子女反复劝说，他才同意卖掉换个小公寓。钱到账那天，他还高兴地打电话告诉我，这辈子最大的一笔钱到手了，明年开春装修新房子，语气里满是喜悦。可谁能想到，不到2个月，这笔给他带来希望的卖房款竟成了焦虑的源头，就因为数额远超他账户平日的宁静基线。10月底，他接到了国税局电话，要求说明资金来源并提交证明文件。对陈阿姨这样一辈子规规矩矩，最怕和公家打交道的老太太来说，这电话简直是晴天霹雳，她几乎要哭出来。我最怕跟犯法沾边，谁知道卖自己的老房子也会被怀疑做了坏事。其实他缺的不是清白，而是完全不懂新规则，不知该准备哪些材料才能说清楚。我赶紧让他深呼吸，倒了杯温水，等他情绪稍平复，才轻轻打开文件袋，把房屋买卖契约、过户税单、银行入账记录等资料一样样摊在桌上。我一边安抚，一边解释，陈阿姨，国家有免税额度，但不等于不用申报。您这钱来得堂堂正正，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程序上，我们需要把该补的材料补齐，让系统看懂这笔钱的来龙去脉。那天下午，我帮他将卖房过程和这笔钱的未来用途整理成清晰说明，仔细告诉他去国税局时该如何沟通。几天后，他回来告诉我，税务人员看完文件就客客气气让他回家了。走出税务局时，他对我说，原来不是我做错了事，是我对现在的新规矩太不熟悉了。看着他离开的背影，我感慨很深，这就是新制度下许多老实人容易吃亏的地方。钱的来源清白当然重要，但在这个时代，你留下的文件痕迹和申报记录同样重要，甚至更关键。钱干净只是基础，让整个过程在系统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是要紧事。还没细细体会帮陈阿姨解决问题后的轻松，没过1星期，老朋友赵伯伯就急匆匆推门进来了。他72岁，是位退休老教师，我特别敬佩的长辈。敬佩原因，他做事太有原则，太有条理。从30多岁工作稳定起，他就坚持每月工资的一半存3年定期，这个习惯风雨无阻30多年，生活从不奢侈。靠这份惊人纪律和耐心，账户里积累了600多万存款。每次聊天，他都半开玩笑。志玲，我从小就听老人讲，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这些年，我就是靠这一张张定存单过得特别踏实。今年10月，他2笔大额定存同时到期，加起来380万。那天他拿着存折平静地坐在我面前，语气轻松。志玲，现在利率一直降，我想先把钱转到活期里观望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更稳妥的安排。我熟练地帮他办好转账，心里还想，他这样经验丰富、谨慎仔细的人，应该不会有问题吧。然而，我还是低估了制度转变后的敏感程度。11月中旬，赵伯伯突然接到国税局电话，对方直接问，为什么你活期账户短时间内转入380万？这些年的利息收入有没有如实申报？他当场就懵了，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吧，银行不是早就扣了利息税吗？挂了电话，他心急火燎跑来找我，坐在我桌前，他翻着随身多年密密麻麻记录每一笔定存日期与金额的皮质笔记本，一边摇头一边叹气。我能感觉到他不是心虚，是真的想不通，为什么像他这么守规矩、怕麻烦的人还会被系统盯上。陪他一页页翻看过去20多年报税资料，很快找到问题根源。原来这么多年，他从未把银行利息所得填到每年5月的综合所得税申报表里。他的想法非常单纯，甚至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老一辈的观念。既然银行已预扣利息税，事情不就结束了吗？为什么还要再报一次？那不是多此一举？可实际情况是，银行预扣的税只是先交一部分，并不代表你已完成所有申报手续。在国税局看来，你必须把1年里所有收入，包括退休金、利息、租金等，全部合并，在综合所得税里进行一次总申报和结算。哪怕最后算下来不需补1分钱税，但这个申报记录必须要有。这就好比上班打卡，不管你今天加没加班，都必须按时打上下班卡。如果没打卡记录，系统就认为你没来上班，这就是异常。
赵伯伯听完我的解释，重重叹了口气，我这辈子最怕麻烦，能简单就简单，没想到最后还是被麻烦找上门。为彻底解决，我们花了整整2天，先从银行系统调出他过去10多年所有定存和利息记录，然后一年年加总，再和银行每年扣税记录比对，接着准备他的退休证明，过去工资条幅印件，证明这380万确实是一辈子工资积蓄和利息滚动下来的。我把所有材料整理成详细的资金来源与用途说明，把380万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几天后，我陪他去了一趟国税局，办事员仔细翻看我们准备的厚厚资料，确认齐全后，语气明显缓和。还好你们准备的这么齐全，不然很可能不仅要补报这些年利息收入，还要交一笔不小滞纳金呢。走出国税局大楼，赵伯伯脸上终于露出笑容，只是那笑容里带着许多无奈和疲惫。我拍拍他肩膀安慰，没关系，赵伯伯，现在该补的都补上了，以后就可以一路顺畅了。陈阿姨和赵伯伯的经历只是我遇到的众多案例中的一个缩影，这些案例背后都反映出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退休族在新的金融监管规则下处在一个特别容易中标的位置。为什么呢？答案就在那个词里，基线不同。就像我刚才打的比方，年轻人的账户像24小时运转的高速公路，车流量大，各种资金进进出出，系统早就习以为常。而我们退休族的账户就是那条家门口安静的社区小路，平时几乎没车，生活安稳规律，可一旦某天突然有几十辆大卡车，一笔大额资金排着队轰隆隆开进来，那场面就像在平静的湖面上扔下了一块大石头，瞬间就打破了原有的宁静。那种突然的骚动和异常，怎么可能不引起监管系统的注意呢？所以，当我们退休族的账户突然出现大额进账或出账，或者在短期内有多笔转账，或者反复进行现金存取，这些行为与我们账户过去10几年、几十年形成的稳定习惯一对比，反差实在是太巨大了。系统基于它对账户使用规律的判断和风险评估模型，自然会对这些异常多看几眼。这绝对不是系统专门针对我们退休族，而是新的金融监管规则在正常的发挥作用，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秩序，防范可能存在的洗钱、偷税漏税等等风险。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换个心态来看待国税局的来电，它不再是一个吓得人睡不着觉的天大麻烦，而可以看成是一次补交说明的例行提醒。只要我们提前搞懂规则，准备好该准备的资料，我们就能从容应对，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困扰和惊吓。在经历了这么多案例之后，我为大家总结出3种最常见也最容易引来国税局电话的情况。说实话，这些情况里头，多数并不是你真的做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往往只是在观念上差了一小步，结果就可能引来一连串的麻烦。第一种情况就是用个人账户帮子女或者亲戚收款，俗称过水或借账户。比如孩子公司账户临时用不了，请父母代收一笔货款。我曾遇到一位李伯伯，他帮儿子代收200多万材料款，结果差点被追缴税款，折腾了3个月才澄清。这种麻烦完全可以避免。我的原则很明确，公司业务资金应当通过对公账户进行往来，这是一项基本准则。家人遇有急事需要协助时，也需保留完整的合同与银行流水记录。如确有需要动用到个人账户，建议提前准备一份资金委托说明，写明资金归属、来源、用途、存放时间及双方责任，以便在需要时能够清晰说明情况，保护自身权益。请谨记，妥善管理个人账户，有助于维护晚年生活的安定，避免因一时顾及情面而留下不必要的金融困扰。第二种常见情况是习惯频繁存入现金，或将大额资金分多笔小额存入，现金往来往往难以追溯来源，因此受到较多关注。不少长辈习惯于每月提取退休金作为现金使用，月底若有结余再存回账户，这样的现金循环看似日常，却可能因缺少电子记录而引起关注，因为难以核实存入现金的合法来源。为减少不便，建议尽量降低现金存取循环，多采用电子支付、银行转账等便于追踪的方式。如果必须使用现金，请保留好每次的取款凭证，
以便在需要时说明存入的现金源自本人账户的合法提取。第三种情况是容易忽略利息等收入的年度申报。许多人认为银行已预扣利息税，便无需再处理，但预扣并不代表完成申报。像赵伯伯这样多年定存利息从未申报，长期积累的记录空白，可能在未来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正确的做法很简单，每年个人所得税申报前，汇总所有银行利息及其他收入，如退休金、租金等，核对总额是否超过免税额度。若超过，则需进行申报，即使无需补税，也建议完成申报流程以留存记录。其他如车辆出售、房租收入、投资回报等同样不应忽视。每年进行申报，就像进行一次财务体检，保留好记录能为财务安全增添一道保障。了解相关情况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维护账户安全，减少不必要的困扰呢？我总结了3条实用的建议。第一条，涉及较大金额的资金往来，请务必保存好相关凭证。资金流动本身只是表象，合同、单据等材料才能说明其背景。例如出售房产，应保留买卖合同、完税证明等文件。转账记录建议截图或打印保存，可以在白纸上简要说明资金的来源与用途。例如，此款项为出售某处房产所得，计划用于购房装修。重要凭证建议同时保存纸质版与电子版，便于随时调取。第二条，尽量避免成为家人资金的周转渠道。协助子女公司代收款项虽是亲情支持，但在相关系统中可能显示为非常规交易。若无法提供业务合同、发票等证明材料，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公司经营资金宜通过对公账户处理，家人即使如需使用个人账户，也应签订借款协议，保存流水记录。特殊情况下，建议提前撰写并签字确认的资金委托说明，明确资金归属、用途、停留时间及责任划分，以保护自身权益。第三条，养成每年汇总申报所有收入的财务习惯，不要忽略利息等收入。银行预扣税款仅为预缴，并不代表已完成申报。每年5月前汇总全年所有利息及其他各项收入，核对是否超过免税额。无论是否需要补缴税款，都建议完成申报以留存记录。其他如资产出售所得、租金收入、投资收益等，同样不应遗漏。不要因怕麻烦或金额较小而忽略申报，以免积累潜在的税务记录缺口。总之，细心保管凭证，清晰区分公司账户用途，养成年度申报的习惯，将有助于维护个人财务安全，享受安稳的晚年生活。我常这样向他人说明申报的意义：每年进行申报，就好比做一次全面的财务健康检查，无论检查结果如何，这份记录都应当妥善保存。不进行检查，并不代表一切完全正常，可能只是有些细节尚未被发现。因此，每年花一些时间，养成汇总所有收入并申报的习惯，就相当于为自己的财务健康增加了一道有效的保护。各位朋友，在金融体系日益规范，管理也逐步细化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应对自身的财务行为保持更充分的关注与更清晰的了解。从陈阿姨和赵伯伯的经历，以及我们提到的3种常见情况与3条建议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如今仅保证资金本身来源正当已不足够，我们还需要让整个财务操作的过程与申报记录符合当前规范，做到材料清晰、记录完整、流程妥当。如果你目前正面临某些重要的财务安排，比如计划出售旧宅，像赵伯伯一样有大额定存到期需要处理，或子女有款项需要你临时协助，建议不要抱有侥幸心态，等到情况发生时才处理，事前准备总比事后应对更为稳妥。我真诚建议大家可参考许多朋友的做法，提前准备一份简易的资金来源与用途说明模板。模板不必复杂，只需清楚写明资金的来龙去脉及预计用途。这样，当未来需要向银行或税务机构说明时，你便能快速、有条理地提供所需资料，从容应对，也能避免因文件不全而带来的不便。金融规则的更新初期，或许会让人感到有些不习惯，但只要我们主动学习、了解并适应，提前做好相应准备，就能将被动的应对转化为主动的管理，在稳妥维护资金安全的同时，安心享受退休后平稳顺心的生活。希望今天在健康之道栏目分享的这些内容，
能为大家的财务管理之路提供一些参考，带来更多顺畅与安心。